很多人可能就是说啊 ，you're giving me a blue ball， 或者说啊，你怎么可以撩起我的热火，然后你就不负责任啊？不要被这些绑架。那我撩起了你的热火，那我用手帮你好了，我用口帮你好了，或者你自己解决好了，就是不要觉得哦，我同意跟你进入房间了，就是证明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这是不可以的哈。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床上的一些事，我是美国硅谷的性心理学家 Margaret 博士。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正式的接受性教育是什么时候吗？是在学校，还是从 A 片，还是说从来都没有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真正的性教育。无论你现在是几岁哈，我们今天聊到的这6件很重要的性教育，其实可能没有人正式的告诉过你哦，尤其是第6件，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很容易会影响到你的一生哦。那第一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性教育就是性不只是性交就是说性行为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这个比较狭隘的一个定义。那性呢也包括很多情感的交流啊，身体的接触我们的愉悦的感受啊，我们的幻想啊，我们的探索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许没有用到我们的性器官，我们也能感受到性也不一定是要发生在2个人之间，不一定要以高潮来收场。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我的患者会觉得，哎呀 Margaret 博士，我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我会有性交痛或者我的鸡鸡硬不起来呀，我早泄呀，我都没有办法进行性交。我说你如果进行到那一步，其实你们已经有性交，有这个性行为了哈。所以很多患者觉得我没有办法高潮，我就是性无能，或者我没有办法硬，然后进行到底，然后泄精，我就是没有性行为，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我们的边缘性行为我们的前戏对吧？我们用手用口或者自己来其实这些都是性行为哈。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把性只是定义为性交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那个定义给限制了我们的欲望，限制了我们的幻想，甚至限制了我们的探索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感受到真正愉悦的性行为那第2件很重要的性教育呢，就是我们有性同意权，而且性同意权是必须的，而且是可以反悔的。就是说也许我现在当下我想跟你进行性行为，我觉得很愉悦很舒服，可是下一秒可能你弄痛我了，或者下一秒你做出一些行为，好像你没有问过我的同意，你就把我绑起来了那这些都是需要经过同意的。就是不要觉得我答应跟你进房间了，那就证明你是可以对我做任何的事。不是的，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同意权是在做爱的每一个过程都有效，都必须经过我们的同意我们都是随时可以反悔，随时可以停下来，因为健康的性爱是2个人的愉悦感都很重要。如果其中一方觉得不舒服了他是有权去停下来的。很多人可能就是说you're giving me a blue ball， 或者说你怎么可以撩起我的热火，然后你就不负责任啦。不要被这些绑架。那我撩起了你的热火，那我用手帮你好了，我用口帮你好了，或者你自己解决好了。就是不要觉得我同意跟你进入房间了，就是证明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这是不可以的哈。那第3件我觉得很重要的性教育就是性和爱不是同一件事哈。就是很多人尤其我们可能第一次谈恋爱，或者恋爱经验比较没有那么丰富，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我们叫道德绑架。就是说如果你是爱我，那你就应该跟我发生性行为，或者如果你不跟我做爱，那就证明你不爱我这个其实是一个道德绑架啦。因为虽然性是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有的人可能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只有你知道你的身体做好准备了吗？
对吧？不是说哦，我很爱你，我就要跟你发生性行为来证明我很爱你。虽然我做爱的时候我很痛，我还是要继续，这样子你就不会得到愉悦感啊。所以我给很多人的忠告就是性跟爱请把它们分开。如果你觉得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进行性行为，这性可以变成我们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相信你身体的直觉，对吧？如果你觉得我的身体没有办法信任眼前的这个人，那也许你们可以探索一下，怎么可以让你更舒服，怎么让你不痛，怎么让你更准备好。因为很多时候我的患者可能有一定的宗教的，可能不同意婚前性行为。那当我们很爱一个人，进入了一段关系，我又没有办法跟你进行性行为，然后你又用这个作为一个道德的一个勒索那这样子的关系也不愉悦啊，对吧？那第4个很重要的性教育呢，就是其实自慰、自我愉悦并不可耻。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去了解自己什么算是已经被性唤醒的状态呀，什么时候准备好啊，什么时候进行阴道性交的时候才不会痛啊，这些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探索的。那有的时候你的伴侣可能没有这个耐心慢慢的跟你探索的时候，那自己也可以去探索啊。或者是我们在还没有伴侣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性需求的，就是说我们也许在还没有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怎么去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呢？一定要非得找一个人来吗？自己去探索自己的身体，自己去取悦自己，这也是我们掌握好自己的身体的主动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第5件事，我们没有正常的性行为有的时候可能是老婆拉着老公来说他不正常，或者老公拉着老婆来说他不正常。那我说那什么是正常呢？他们又会说1周1次，或者有的人说1天1次。好像我看网上说有的人应该1天几次啊。可是每对 couple， 每对夫妻情侣，他们对性爱的需求，对性爱的定义，对吧？他们的性唤醒，他们自己的欲望，每一对夫妻情侣都不一样。所以不要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做到1周1次或者怎么样这是不正常的。那我教你怎么去衡量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因为这个衡量的标准不是社会给你定义的，这个衡量的标准应该是你们2个坐下来觉得什么是最适合我的。也许有的人说我必须1天几次有的人觉得其实我1周1次或者1个月1次对我来说都没差。那你们在中间找一个平衡，那就是你们正常的性生活。所以不要觉得有正常有不正常，或者有的人觉得其实我在阴道性交的时候我没有很愉悦我还会痛反而如果我们是通过手交或者口交达到性高潮其实那个更舒服，那也是你们的正常的性行为。据研究表示，其实70%到80%的女性都是通过刺激我们的外阴而达到高潮的，真正可以阴道高潮的女性其实不多所以不要觉得有正常的性行为，或者我没有那样我就不正常所以正常不正常你们去定义不要觉得我没有做到这个我就不正常。第6件事也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性教育，就是避孕套并不能帮我们避开所有传染病的传播。虽然说避孕套它很好，它可以帮我们达到一个避孕的作用，而且它也可以阻止大部分性传染病的传播。可是有一个甚至更多啦，可是我很多患者来找我就是因为这一个。那这一个是什么？就是1型和2型的疱疹。那1型和2型的疱疹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并发期，我们会看到有的人他可能有口角炎，就小小的一个疱疹你可以看到，或者在他的性器官上面你可以看到有疱疹。可是更多的时候他在不发病的状态你是什么都看不到的。而且这个1型和2型的疱疹他们还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并不是说可以治疗的很多其他的性病它其实可以
有这个治疗的过程，也不会致命啊，只是说可能短期内你没有办法进行性行为。可是这个1型和2型的疱疹，它会伴随你的一生。1型和2型的传播是怎么传播的呢？为什么我刚才说好像用了避孕套也没有用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那个病毒或者那个疱疹，可是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它的疱疹它已经并发咯，可是你看不到它的呈现出来的状态的时候，那你就会通过受损的皮肤、口腔还有生殖器官去进行这个传播。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跟新的伴侣性交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对方有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性病的测试，包括这个疱疹的测试。因为在美国很多性病的测试它并没有包括这个 HSV 1 and 2的测试，这个是要单独去测的所以我们每次有新的伴侣，我们就要了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这个病毒很容易就会伴随你一生哦。好啦，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了，请你给我订阅、点赞、加分享。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内容通常都是会被狂飙的，那你的订阅、点赞和分享就是对我的最大的支持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